我觉得我女朋友大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情商太低，连小学生都不如。朋友都说我性格极好，为人开朗，为什么在你那儿我的优点都变成缺点了呢？他那压根儿就不叫直爽，叫缺心眼儿。他那智商根本看不出别人怎么看他。其实他就是对我不耐烦了，才找那么多借口。反正再这么下去，连我都成精神病了。朋友眼中的一个幽默女，到男朋友的这个眼中就变成了一个有点病的一个女人了。这个评价差异怎么会如此之大呢？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孙27岁，来自辽宁，是一名个体；女嘉宾小梁21岁，同样来自辽宁，金融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愿意。男生今天为什么来？这个脑子有问题。什么意思啊？主持人，我跟你讲啊，好俺俩认识能有1年多了。有一次天挺好的，朋友组织出去爬山，正在就是开心的过程中，别说，你气死我了，真的。他指着我一个哥们儿的脸说：“呀，你鼻上有一坨大鼻屎。”我告诉你，给他拿手指，然后你就那么样说我。当时我脸都红了。你说能让我朋友下来台吗？能不能小一点声音？小不了。你话说的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有问题？有一会儿去唱歌吧，你都不知道。他哥们儿领了一个女朋友，那女的不说话干嘛？然后我就上去寻思跟他说，他要不太冷场了，穿个衣服，大衣上面都起球了，一疙瘩一疙瘩的。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能不能给人留点面子？拿那个包俺妈都不行，拿他跟人背，我是为他好，面子懂不懂？出来丢不丢人？行，你是怎么说的呢？我就告诉你衣服上怎么一疙瘩一疙瘩的，都成茧了，我就告诉他呢。啊，你就告诉他了是吧？对呀。那肯定这个唱歌就不欢而散呗。就是个彪子，谁都唱了了，这歌。彪啊，东北人讲彪啊，彪子啊。这是你做的事儿哈。对，我做的。你还做过什么特别直爽，让他的朋友觉得？我来讲，主持人啊，我有一哥们儿父母离婚了，我给朋友约出来，他心情本身不好，约出来现在缓解他心情啊。他直接问：“俺爸俺妈离婚了，给没给你打过电话？”我一朋友说没打过电话啊，直接默认头说：“啊，可怜的孩子，没娃疼，孩子真可怜。”你不是彪吗？彪，我怎么安慰你？告诉我来，都那么样了，多可怜。说话太直了。那你这些朋友喜欢他这种说话方式吗？不喜欢。我朋友喜欢啊。姑娘，你现实生活里就这样哈？对呀。那你身边朋友多吗？特别多啊。啊，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？好朋友啊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什么样的？我知道。什么样的？长得俊不俊啊？啊，不是长得就性格呀什么的，性格也好啊，也是像你这样特别开朗，对吧？对呀，说话特别直爽的那种人啊，所以你习惯了这样是吧？那你们俩谈了1年多恋爱，你跟他家里人有没有接触啊？有啊。父母？对，他妈对我特别好。哦，你看，不是我领回家见我父母啊，刚开始讲挺好的啊，嘻哈说这小姑娘也挺可爱，挺活泼的，讲着讲着就变味儿了。什么叫变味儿？坏了！你闭嘴你！每次我说话你都会插言啊，这毛病改不了是不是？改不了了。干妈说什么东西啊？说晚上我给打洗脚水给洗脚。我还没讲你给我洗上，给我做饭呢。父母的心情能不能理解？他跟你母亲说，你给他打洗脚水。对。啊，姑娘，你这有点哈。他给我打洗脚水不对吗？你不给他媳妇打吗？啊！你给不给他媳妇打？那我打了也不能跟他们说呀。怎么我不打呀？这叫那个什么秀恩爱？你不能跟他妈你的秀恩爱懂吗？啊！秀恩爱，秀恩爱死得快，你懂吗？后来你母亲听完这话之后呢，特别生气呗。这都是你做的事儿。那你为什么跟这么一个女生谈了1年多的恋爱？我挺好奇，就是你喜欢她什么呢？其实我跟你讲，主任，她这个心呢是挺好，她没有坏心眼。就是你觉得她这个人很善良。但是他的处事方式让你有点受不了。对，你今天希望我们帮他调整一下处事方式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觉得你的处事方式没什么，是他看待这个问题有问题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你朋友还挺喜欢你的是吧？是。所以你我认为我俩感情之间的事情不需要别人的参与，只要我俩幸福就可以了。那这话还反正跟我没什么事儿了，他倒一口把你们4个都噎了。他说他们俩感情之间的事儿不希望别人参与。没有提意见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哦，也还可以哈。我要是错在哪里我也可以改。哦，真的。那就是别人还是能参与意见的，但是不能掺和哈。大脑有问题，这是。哎，你不能说他这个大脑有问题，没问题，姑娘。你等回家啊。啊。
你们俩相爱吗？你告诉我。爱吗？还是挺爱的。哦，那就是一对欢喜冤家呗。针对欢喜冤家，你们该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都是东北人，我也东北人。我曾经也经常说我说话可直了，但是说话直这个事儿呢，也得分成几种原因。第一，我说话直让对方能够接受，这句话你就是为我好的，我会感激之心。还有呢，说完话以后呢是泄愤，尤其是这话我不说我难受，那意思是说首先是为了自己痛快，但是后来发现说完以后有后悔的时候吧，哎，肯定也有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做一下自我控制约束，慢慢的想一想，我说这些话是我想说还是对方想听，要不然的话呢，有些话说起来你想表达的和对方接触到的不一样。说完女孩了，你也挺直的，你在语言上慢慢的和她也差不多了，你脑有病。这话其实比直更难听，对人的攻击最伤人的，要以尊重人的角度。那如果你越这样说下来的话，他不是他都是了，你那话是泄愤的话，不是解决问题的话。既然呢他就这么一个人，你选择了他，他就这样，不要既爱着他的好又讽刺他的缺点，在语言上对对方的沟通的模式要调整。既然选择就要考虑尊重，既然喜欢就爱屋及乌，好吧？王老师也是东北人吧？他们俩跟我一个省份，辽宁的啊。但是我听说他俩是打猎的，是吧？是。女孩子很有性格，我觉得啊，有性格特别好，尤其是直爽直率，特别好。但是你要是过了，就会像这个男嘉宾说的，就有点彪。这个就不好，你在表达的时候你直，但是你一定要分场合。我觉得你现在的表现是你的性格加素质得出来的这个表现，所以你就要想，我性格是直率，还有素质，其中还有素质。你比如你那个未来的婆婆，很欣赏你。是吧？你想秀恩爱，你刚才说秀恩爱，你要秀恩爱，你为什么不说好？今天晚上我给他打洗脚水，你怎么让他给你打洗脚水？你婆婆就很不高兴啊，得，是吧？她心疼她孩子，你应该揽着。好，我今天晚上给你打洗脚水，以后我永远给你打洗脚水，你婆婆就爱听了。我也特听啊，我也特听。但是我做不到啊，你也不是那么做的。你这也是秀恩爱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鼻屎。我吧经历过这种，就是我们在一桌吃饭哈，有一个人他这儿一下就是饭粒儿粘在这儿了，桌上所有的人都不告诉他，因为一说了他不好意思，他下不来台。等到这一散的时候，我告诉他了，单独告诉他了，不给人下不来台。所以咱们直的方法有的时候一定要变，直很好，但是不要过分，也要掌握分寸。我觉得你们俩没有什么根本的问题，其实你们俩挺般配的，都挺直率的。一定要掌握好分寸，要增加修养，提高自己的素质，那样你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啊！谢谢王老师啊，谢谢。姑娘，你的朋友都怎么评价你？特别可爱。可爱，你也希望自己可爱，豪爽，你也希望能跟人以诚相待，对不对？也希望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多心眼儿，然后以心换心。你一定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有人说你恶毒吗？有人说你有时候会做侮辱人的事情吗？你听到之后你怎么想？特别不理解。特别不理解。你说我明明是一颗很善良的心，为什么你这么认为我？甚至觉得他们都在误解你，对不对？刚才王老师的那种情况，饭桌上我也经常遇见，真很经常。我用一种方式，我会当时提醒他，但是我会这么着，先引起他的注意，然后比如然后这儿，人就明白了啊，人赶紧就撒掉之后，当作无事，大家依然就这么去很高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比较说天啊，你看他那儿有一个米粒儿粘上了，然后和这样区别在哪？你说天呀，那儿有一个米粒儿。换成是我那沾着米粒，我会想你在羞辱我，我就觉得莫名其妙。你这个人我不能相处，
咱俩何冤何仇？你要侮辱我，我就会记仇。我想类似的情况一定会很多，包括大家在一起唱歌，有一个穿的不当，或者人自己可能觉得还不错的衣服，你就跟他说你这非常不好。其实你的心是好的，但是表达方式是错的。这是回到刚才指出了教养、修养、礼仪，或者说你要小的话说你不懂事儿，不合你见识，但是你也20好几了。我相信你的热情会感染很多人，但有时你无意的伤害一样会打击到很多人，而最受伤害其实是你自己，因为你明明是想给予对方爱，就比如说父母离婚的那个朋友，你其实要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其实我相信你想表达一种朋友的那种真诚，但是你却恰恰用了错误的方式去表错了意，对方误解了，而这种误解其实反过来既伤害了对方，自己也很受伤害啊。我明明是一颗好心，为什么会做了坏事呢？所以姑娘，一句话告诉你，和最了解自己的人，你可以无拘无束，就比如和他，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俩自己的共同语言，你们俩有你们俩特定的交流方式，怎么交流都可以。但是遇到了朋友更大的这种社交圈场合的时候，要多为对方想一想，自己显得不那么自私，而你又能交到更多的朋友。你交到了更多朋友，你把他的朋友也当成了你自己的朋友，对于你们俩的爱情是有好处的，好吗？王老师一语切中要害，素质非常重要。你看你很直，他也很直，两个直的人在一块儿就过不下去，会吵架。可见人不光要直率，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含蓄和素质。我们说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6月寒。但是什么是良言，什么是恶语，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这句话当中的内容可以判断出来的，而要分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语速以及对方不同的情况。别人要是平日里笑呵呵的打个盹出来，你说你吃饱了吗？可能没有问题。如果人家正好参加完丧事出来，你说你吃饱了吗？你觉得这样的一句话对别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也很不会说话，每当曲伟或者是于继熙这样的穿得漂漂亮亮跑我房间溜一圈，怎么样，我这身衣服怎么样的时候，我往往会给出他们意想不到的回答。但这还是朋友，如果不认识，这番话就一定对他造成了伤害，也许这个结很难解得开。如果你的直伤害到了别人，你的直有的时候就不直了。所以我原来经常说一句话，我说别人说我装，我说我不装，他说不装也是一种装，那我装还是不装？就有些人会认为，你看，就是你的人生信条就是我不装，我绝对不装，对吧？我很直，但其实这种情况你已经是在装了，你一直在告诉自己我绝对要装成我不装的样子，这已经是在装了。所以说其实东方人说话喜欢留白，当把话说得特别直的时候，倒很容易让人感觉你的话没有完全说出来，别人会认为你的潜台词到底是什么。你比如说我叫你一声美女，有些人会认为我的潜台词是你可能真的很美，有些人认为你在嘲笑我，看看自己今天穿怎么样，还有一个说你是不是说我老啊，就很多人会多想。所以有的时候说话真的要讲究艺术，不是说你说的直就能够表达出你直接的意思。有的时候多动动脑子，先分清楚场合，注意对方的情绪，然后该说什么说什么。但至于在心爱的人面前，和自己特别好的朋友和家人面前，我认为还是可以畅所欲言的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得了你的直接，因为他们跟你可能关系不是特别好，所以你的直，你的那种亲近，千万不要做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儿。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，不是说咱们要扮演自己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要注意分寸，姑娘。一会儿我希望能够听到你们发自内心的那种表白声音的时候，不是这样的，想想怎么去表达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
宝贝儿，其实你心是挺好的，我知道，但是以后希望你能改一改这个毛病。我希望你以后说话不要那么太直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脾气也不好，我知道我脾气不好，咱俩互相都应该改一改，理解理解。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会怎样，我都希望你过得幸福快乐。其实我很爱你，我很爱你的家，我的家，我们自己的家。其实我不愿意说我爱你或者怎么样的话，有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去表达，可能我的方式不对，你也没有感受到。其实我都希望我们能够幸福，回到我们最初的时候，许下诺言的时候。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。哎，他刚才说他爱你的时候，你心怎么样？挺不舒服啊？挺不舒服，挺不舒服的。为什么？感觉对他是不是有点太狠了？哦，所以啊，各让一步啊，多好啊！交换一下你们箱子里的秘密吧，来，请交换。谢谢你们啊，请回。因为女生的这个脾气秉性太直、太火爆，带来了一段恋情的麻烦。来，请关门。在这个麻烦的背后，其实我们的老师们对他们进行了分析。分析是一个层面，今天可能更多的是教他们如何去待人接物。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两个直脾气，两个不会表达的人，能不能调整自己，最后手握自己的幸福呢？5、4、3、2、1。唉，就是爱你爱你，有别的心。他拿你箱子给我，挺可爱的嘛。对不住啊，吵得太厉害，可能有些事儿我没问到啊。哎，我就特好奇这，我就要不然后面那句可以省略，可以。不，我就特好奇、特八卦这件事儿，你给我八卦一下呗。哦，好吧。那我先读了，你再说好不好？啊，女生的箱子里是这么说的：说每次无理取闹，都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和关心，害怕失去你，我变成了爱哭鬼。那次，我跟疑似第三者的女人说。如果他能比我还爱你，我愿意离开。哦，还有这么个女的？哪有啊？人家在上面写的是疑似第三者的女的，怀疑啊，就是怀疑，确实没有哈，没有，啊，那就行了，那就没问到也就对了，再问到了事情就更乱了。女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行为来表达自己对男生是多么的爱，是吧？你要这么说多好啊！但是我不会这么跟他说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记住，最亲的人也不能那样去伤害，否则会伤害到你们自己。感谢不弄暴龙眼镜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，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接下来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。来吧。开始。停。停。恭喜啊，2000元！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，有请。谢谢。哎，父爱泛滥吗？啊？父爱泛滥。父爱泛滥不也挺好的吗？去吧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的时刻。亲爱的，我希望你嫁给我。我会让你幸福的。哎，你性格那么直，你咋不回一句的呢？我本来我要回的，然后他手太快了，给我带上了。啊！你再回一句噻？回家吧，你能回。来，带着礼物，带着礼物，谢谢。
甜蜜吗？甜蜜，保持这种甜蜜哈。抱走，谢谢。他抱不动。来，我去，走，我去。小心点，别摔着。行了行了，真彪啊！好了，好，祝你们幸福。